一个武房，竟然还有药房，而且药品如此齐全，确实不太正常。你们二位来药房做什么？生病了吗？狭叶蒲根，你识得此物？几位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二位肚子饿了，让我去做一盘炒蒲根。狭叶蒲根乃是珠翠山特有的食材，清脆爽口，最能下暑气。镇上的人一般用来下酒，也算是当地特色。尝尝。柳大哥性格直爽，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既然这蒲根是食材，为什么会同药材放在一起？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在武房当中竟然有药房的。二位果然是江湖中人，这疑心还是不浅呀。房中的姑娘们经常练武，有些摔伤磕碰什么的在所难免。再说了，万一碰上几个喜欢下药灌酒的客人，有些药材备着，也好应对嘛。单以狭叶蒲根入药，可治痰多胸闷。你说的单以狭叶蒲根入药，那你可知还有其他的用法？莫非你们二人是遭遇了神霄宫之人？狭叶蒲根入药只有2种方式，若非化痰舒心，那便是迷魂之用，而此方唯有神霄宫可治。那关于神霄宫，你还知道其他什么事？神霄宫行事极为隐秘，我久住尽欢坊，倒是有所耳闻。据说这个神霄宫公主一直在找一件叫做礼尘的法器。我听说这个礼尘好像是一件天上的神器，若不知道怎么用，拿到手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浮尘罢了。哎，唐公子，难道你……柳公子，这是我们与神霄宫的私人恩怨，我们不方便告知，还请见谅。理解理解，江湖是非多，我亦不愿多沾染。不过相逢便是缘，我好心提醒二位一句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们一进入珠翠镇，便被神霄宫的人给盯上了。你们不用花心思找什么线索，既然公主想要礼尘，那她早晚会来找你们，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！哎呀，可惜了这盘炒蒲根啊，看来只能我一人享用了。此人是敌是友，当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此地可谓是鱼龙混杂，若是在这儿多住上几日，说不定会了解到更多神霄宫的消息。就算他们真的找过来，我们也有应对之策。哎，这个地方甚好啊，活色生香，凡间六望，色声香味触法无一不全。我们多住几日，不仅可以调查线索，还可以多积累人生经验。我是10000个赞成的。柳维阳对神霄宫很了解，问到关键之处，他却语焉不详，怕是他想探透我们的底细。那可不一定，不知道是谁探到谁的底细。哎，你们之前提到过，神霄宫的人喜欢用3瓣梅花刺青为标记。对啊，柳维阳正好会刺青之术，岂不非常可疑？3位公子好巧啊，可要对其解闷。柳公子刚刚那盘得胜了呢。哦，不过10子而已，算是场小胜。扶霜与我学棋半个月，进步如此神速，果然聪颖。还是公子教得好，
这金欢房来来往往人甚多，还从未有人能够赢过公子呢。柳公子，您的功夫，刺青、御兽，还有下棋，无一不精通。像您这样的人才，为何会躲在这胭脂堆里呢？都是些爱好罢了。要是严公子对下棋感兴趣，不妨来试试。甚好，那我就派出我的小弟与你比试一番。上！你不是出身名门正派吗？琴棋书画你肯定样样精通啊！你上啊！下棋我是真不会，靠你了。那巧了不是，我也不会。要不你上？我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？连青如此冰雪聪明，我猜啊，你就算现学也能胜他。你现在说这番鬼话合理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们两个打个赌，如果你不能胜他，往后夜宵全由我来做。上吧。罢了罢了，只能我出马了。来吧，我与你比试。慢着，我和这帮姑娘们下棋，是因为她们聘我做了教棋师傅。我要是与你下，可有什么赌注吗？这样吧，金子银子乃是俗物，赌起来太没意思了。若谁赢了，便问输家一个问题，必须如实回答，如何？成交。最近怎么总有恍惚之感，仿佛曾经也与什么人这般下过棋。我们毕竟是来查李晨线索的，若是消息走漏的话，怕是不妥。现在正是好好摸清柳维阳底细的好时机，而且我断言，严旦必胜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虽然是有一点点小聪明吧，但也是现学现卖，只怕是还没有开口掏出线索呢，就把我们的底细都漏光了。我就是知道，而且3盘以内，柳维阳定吃不下严旦一子，你就看着吧。我赢了。哎呀，我一时激进被你钻了空子。愿赌服输。你生平所见过最厉害的法术是什么？这个喽，不离锁，可以使人变成傀儡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要我看呀，这么恶毒的法术，应该尽早废除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得提前研习一下御鸟术，或许更适合你。小人，再来。我赢了，该我问你了。这柳公子一看就是富家公子，那你为何不归家啊？常年住在这金婚房中。家中的规矩繁琐，不如这里肆意快活，自然就不愿意回去。那你家在何处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想知道的话，再赢我一把。来。师从游侠，最善驯鸟，心无大志，随缘度日。等等，棋子的数量不对，你赢我1子，棋盘上有180子，那么也就是说我的棋路里应该还剩1枚白子，但你看现在它不见了。按照规矩来说，棋路少子，对弈双方应当互相搜身，以证清白。我一向光明磊落，搜身就搜身，别想污蔑我。来。不可。
不是吧？又来？还真没想到啊，原来严兄是女儿身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便不让搜身的话，怕是有出迁之嫌。按照规矩，在尽欢房出迁，剁手。尽欢房是你家开的，说剁手就剁手啊？从来就没听过这种规矩，你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给记错了，无需剁手，只需上台表演一番，给大家助助兴即可。这个柳未央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另有心思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尽欢房的红花绣球，每位舞娘都有一朵，只要抛出，就代表情定此人。绣球招亲可是体验红尘乐事的大好时机，唐公子切莫放弃。绣球先落在你的眼前，显然与你更有缘，我可不敢夺人所爱。你既知前后顺序，那有些人，你早就该放弃。唐公子，你接了我们扶霜姑娘的绣球，就要接受这道良缘了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难道唐州对扶霜动心了？姑娘，姻缘之事，还请另觅他人。你果然受伤了，我猜的没错，只是没想到，竟然伤得如此严重。我与你初相见之时，便见你配有此环，只是不知此为何物，为何会将你勒伤呢？凌霄牌，继承人需要，佩戴此环，以正心无旁骛，了却红尘。若有违反，必受追辞之毒。如此看来，你岂不是……无妨，修行之人向来自绝于声色犬马。你初来五房，难免心神不宁，实属正常，不必太过自责。用不了多久便会好起来的，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。两位公子，打扰了。今日得见两位精妙绝伦的剑舞，扶霜大为敬佩。扶霜于尽欢房中现役，时而被人轻薄调戏，想学一些招式法术防身，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传授一二？荣幸之至，唐公子自然愿意传授。唐公子，习惯的机会来了。扶霜从未习武，还望公子赐教。
姑娘从未习武，得从基础开始学。这套招式，够你练个半年了。只是扶霜往日宾客，也不乏习武之人，寻常招式怕是难以防身。不知公子可有什么独门秘招，可保扶霜周全？门派独闯，仅自家人可学，绝不外传。扶霜今日以绣球相制，便是情定公子。若扶霜成了公子的人，是否可以传授于我？唐昭，在忙啊？我是不是打扰了？没有啊。扶霜姑娘前来请教防身之术。是啊，既然你已经接了人家扶霜姑娘的绣球了，那扶霜姑娘以后的安危自然是你来守护了。你不用解释，也不用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懂的。原来，只有你能让他心乱。既然严姑娘前来拜访，那扶霜就先行告辞，晚些时候再来向唐公子请教。我来找你们是有正事儿。我刚刚观察了下柳微阳，我发现他对你们舞剑的招式十分感兴趣。先是设局看你们比剑，后又有扶霜姑娘主动前来学舞。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没有那么单纯，我们得注意一点。是。扶霜有意接近，我会尽量跟他周旋，看看能套出什么线索。唐天师向来不近女色，在周旋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疾言厉色，露了马脚才对。于墨，我刚刚听闻说这城中有一个说书人特别喜欢讲神霄宫传奇，回头咱们去听听吧，没准有什么线索呢。好，那明日辰时我们一同出发。好呀，没问题。锥刺之痛，轻则血流，重则筋断。你不可一直这样硬撑下去。凉水进身，可平心乱。可试试吧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我也有过迷惘之时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看到我自己的心上人同他人亲热的时候，我内心之痛如锥刺骨一般，难以克制。后来我学会了将自己泡入寒水之中，用寒水来麻痹自己，克制自己的情愫。心上人，可是如何才能明白自己的心？三界之中，均特性不一，为生死平等。当你的意识逐渐迷离之际，便会想起自己心中所爱之人，而这个时候，只能面对自己的真心，谁也无法逃避。我的意思是让你大醉一场，并不是让你自溺而亡。
想起谁了？若是以正真心，是不是会让自己随心而动呢？凌霄派继承人应当了却红尘。若是心生疑念，便是弃道负义，为师门教诲，我必须恕己。师父，我为妖所杀，而如今你却跟一只妖动情生念，你不配叫我这声师父。徒儿并非有意破戒，此妖亦不是邪祟。师父，难道动情真的有错吗？他人皆可动情，而你不行，尤其对方还非人是妖。难道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死的了吗？难道你要弃凌霄派不顾，弃正道不顾吗？唐周，醒了吗？今日咱们还要出门查案，你若还不起来的话，只怕严旦会来掀被子了。快起来吧！说好一同查案的，你说这个唐周，堂堂一个天师还能落水，落水还能得风寒，这已经够稀奇的了。那个李晨明明是他的救命之物，他还能如此不小心，真是服了。如果你真的生气，也不会打包这么多点心给他吃。嗨，这不是因为他给咱们挡酒，东西才丢的吗？他可以不仗义，但我们不能不仗义啊，对吧？这些点心足够他吃了。哎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，不如拿回去解解馋吧。这些都是你花的银子，你多吃一点吧。来，我不喜欢吃。说那神霄公主9尺男儿，剑眉星目，气宇轩昂，豪气冲天，真乃英雄也。哎，我怎么听说那个神霄公主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冬瓜呀？胡说！神霄公主身轻如燕，轻功高超，怎么可能是个胖子？别吹牛了，我见过神霄公主，她是个老头，腿脚都不利索，哪会什么轻功啊？神霄公主明明是个女子，我还闻过她身上的香味呢。哦，还真是百变啊！你说，光是一个茶馆，里面就有那么多人说见过神霄公主，而且描述的形象都不一样，这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要送官了，你们去2个人，把萧齐少爷的随身衣物全部打包好带出来。是。前2天刚从他口中探出些消息来，今日便死了，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啊。这其中必有蹊跷，不如去府中打探一下。看我的。嗯。都弄好一点啊！夫君啊，你怎么就撒手人寰了？你是何人？小女子是金欢坊的舞娘，我与萧公子一见倾心，私定终生。本来今日是他赎我的日子，可没想到人没见到，却天人永隔了。虽说我们没有媒妁之言，可是在我的心里，他已经是我的夫君了。您行行好，让我进去看看他吧，哪怕一眼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您自重，您自重，您自重啊！大人，怕是您有所不知吧？我妹妹对萧公子可是一往情深呢，还请您行个方便吧。行个方便吧。那你们随我来吧。大夫已经来看过了，少爷是
酒后噎食，气结而亡。少爷向来爱喝酒，但是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小公子。小公子哎，此处有伤口，萧琪之死果然不是意外。这位萧公子昨天可曾与何人接触过？少爷，少爷是凌晨回的府，在门口被一个卖酒的老太缠住，少爷说求他买一些酒照顾生意。后来我就差家丁把他赶走了，少爷便直接回了房。再后来，丫鬟去伺候洗漱，一开门就发现少爷已经倒地身亡了。那你可曾记得那老人是什么模样？模样倒是寻常，不过他带了一只梅花样式的银簪子。小公子，此生不能跟你结为连理，是我的损失。可否让我取下你的一段青丝，聊以慰藉？这伤口的形状，或像一朵3瓣梅花，8成跟神霄宫有关。哎，头戴梅花簪，又是卖酒，说不定是客栈里偷李晨的那个老太。走。吾乃欲念，终成信长。若我舍下这些物件，是否可换得心境？唐公子可在？扶霜前来向你学习防身之术。我身体不适，不宜受侮，请回吧。公子何处不适？扶霜略懂医术，可帮公子诊治。好精美的簪子啊！放下。扶霜很是喜欢，可否赠予扶霜？公子这样紧张，莫非是心上人之物？姑娘说从未习过武，为何手掌会有这么多老茧？公子怕是误会了，这是扶霜弹奏琵琶时所留的指茧。唐周，颜淡，你别误会。二位见笑了。方才唐公子说身体不适，扶霜正在为他诊治呢。昨日教练武，今日帮忙诊病，进展不错嘛。我看唯一不足的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定情信物。良辰美景的，正好给你带回了点心，慢慢享用吧。不打扰了。颜淡，颜淡，这是颜姑娘的东西吧？我见她方才盯着这簪子，大概是误会了。今晚
怕是要赌气伤心，快去哄哄吧。扶霜先告辞了。严旦担心你的病，特意为你打包了点心，没想到却撞到了这样的一幕。你放心，严旦足够聪慧，相信定能看出扶霜的弦外之音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便好起来了。严旦猜的没错，扶霜故意靠近，暗中在我身上搜索。方才我发现他有9链刀剑的老茧，十分可疑。凡间的5毒、6妄、7情8苦，我尚未体验完。可此刻我心头的这些酸涩、烦闷之感，究竟是何种情绪呢？林清果然偏心，把好吃的点心都留给唐周了，害得主公大人只能饿肚子，自己下厨房。我做了蛋炒饭，要不要尝尝？嗯。好香啊！怎么，连吃相都变得这么斯文？有心事？还说没有心事，连撒谎都不会了。平常遇到什么事情，这红尘路早都已经写满了，现在连笔都不动了，而且还常常盯着他心神不宁的。严旦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聊聊。咱们俩什么关系？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也不知我怎么了。我一碰到唐周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自控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虽然经常看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话本，我自己也会写出这种诸如此类的折子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动心过，我也不知道情动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明白我对唐周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。无妨，现在不知，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妖类寿数绵长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体验尘世之中的情感。不过，唐周的身份特殊，为人，他要做凌霄派的掌门，而且要断情绝爱。待他历难结束之后，便会返回天界，继续做他的神仙。无论到时候你会怎么想，我现在都要劝你一句：你与他身份悬殊，绝非良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不要勉强。我不希望你会受伤。严旦，你可明白？我希望你真的明白。公主，计划一切顺利，他们已经上钩了。
既果却得业，我的妖力竟然退化至此了。力道已够，只是准头还不太够。只要多加努力，一定能百发百中。紫菱，你不必安慰我。紫妍毒发那日，我曾度他500年妖力，以延缓毒性。可是这500年的妖力，纵使我100倍、1000倍的修炼，也难以再弥补。哎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日后山主定不会亏待你。哎呀，这狐族向来是较真认死理儿。而且最恨遭人欺骗。我一个小小毛笔器灵，我怎么敢招惹他们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还是算了。这万一要是被他们知道了，我不好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器灵，气好更灵。只要你能帮我把你那个笔毛换成顶级的狼毫，如何？当真？当真。这世上真有笔仙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画圈为是，笔道为否，笔仙在上，解无之疑。来了，狐妖琳琅是否能够修炼得道，恢复法力，百步穿杨？你看，笔仙的想法同我一致。多谢笔仙指教。琳琅还有一事想问，琳琅已到成婚之年，请问笔仙，琳琅是否有姻缘命定之人？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！这我可没叫他。你可知道，装神弄鬼、说谎之人，在我们狐族要受什么刑罚吗？不，狐妖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都是他逼我做的。你又骗我！第一个确实是我授意，但第二个真不是我教他的，是吧？也许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俩真的是命中注定，有不解之缘。要不，我们试试？好身手，我就说你可以的嘛！你说你这个狐族公主啊，人长那么俊俏，你脾气怎么那么暴啊你呀？啊，你说这样的丫头能嫁得出去吗？你是臭破笔，个污蔑我娘子！大婚之日，我第一个折了你！哎，谁要跟你大婚？谁又是你娘子了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折了你！别跑！哎，不！别跑！别跑！看来这两人确实有命定之缘呐。哎呦，为了保命，我还是闭嘴吧。
并没有与消气伤口形状一致的梅花簪。咱们去下一家吧。严奈，干嘛？啊，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与那个福霜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你这是干嘛？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那个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向你解释来着，但又害怕自己不够诚恳，我就去看了那些话本。那个戏里边就说有误会要及时解释的，你懂的，对吧？唐天师一向古板嘴硬，没想到为了道歉还去看话本了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至于这花束，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戏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取次花丛懒回顾。这是何意啊？意思就是，旁的我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这个陈花簪。没想到唐周对他居然如此用情。别家店我也都对比过了，没有发现。好吧。姑娘这根簪子花样很是别致，只是这材质普通了些，要不要在本店定做个金玉的，更加华美？你们店还能定制簪子啊？只要付好银子提供图案，本店就没有做不出的款式。掌柜说这是福霜之前定制过的发簪图案，如此看来，这簪杆与萧气的伤口形状是一致的。这么看，这福霜很有可能就是杀害萧气的老太。神霄宫的人这么厉害吗？都会变脸之术。若只是图纸所证的话，他恐怕不会轻易承认。萧气曾说过，神霄宫的人身上都有3瓣梅花刺青。如果此事能够证实的话，那这事儿一定是他们做的。若是有刺青，肯定是在隐秘之处。你们2个不好去查，交给我吧。严姑娘，怎么是你？是这样的，唐周让我来向姑娘赔不解风情之罪。他说他已经知错了，想给姑娘订几件衣裳作为赔礼。可是他不知道姑娘你的尺寸，所以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让丫鬟量好尺寸之后，稍后告知你。你先出去吧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别那么客气了。来来来，别客气啊，我来啦。方便吧？我看看。不必了，严姑娘。严姑娘，我让丫鬟量就行了。放松放松，没事没事啊。真的，严姑娘。严姑娘。没想到证据就摆在我们面前。之前我们看到福霜手臂上的蝴蝶刺青，遇热水之后竟然变成了3瓣梅花。这么看来，他一定是神霄宫的人，这回绝对错不了。既然被发现了身份，他今天晚上一定想尽办法通知其他的宫人。我们只需静心等候，便可顺藤摸瓜，找到神霄宫，拿回李晨。哎，喝点茶吧。
这是何处？我在典籍中曾经看到过，说这世间有一种术法叫做镜湖水月，可将自己的灵力转化为灵域，躲在其中掩盖踪迹。这灵域中的景色跟真实景色完全不同，可以根据施法者的心意改变。这明明刚刚还是黑夜，转瞬之间变成了白日。如今是夏季，可此处却梅花盛开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处便是神霄宫公主的灵域。扶霜背后的人果然是你，神霄宫公主。哦，你们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城中并无柳姓大户，你的身份真假，一探便知。镜湖水月因你而动，有此等身手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还能有谁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把我们困在此处，恐怕你还有别的想法吧？3位心思敏捷，法术超群，若非以扶霜引你们入局，想把你们困在法阵之中，当属不易。既是如此，还不赶紧把这破法术给收了，省得一会儿我们给它破了，还要费你的气力。你们虽然知晓此乃我的领域，但是想必破不了我的法阵，只能在其中被榨干灵力，化成枯骨。法阵果然厉害。他若是想杀我们，在金荒房内多的是机会。你曾经说过，神霄宫公主御用礼臣，却不知道其使用方法，所以神器无法施展。你千方百计地将我们引到此处，你是想让我们相助于你吧？是坦诚相告，还是干戈一场，由你决定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什么我一靠近它，感觉我的妖力变得衰弱了呢？它，便是我引你们进来的原因。我曾身受重伤，丢失记忆，醒来时，便已身处珠翠山中。面前是一位老人和这个漩涡。老人告诉我，此处唤作魔像。他教会我从中提取力量，并依靠魔像修炼，增进灵力。他还教了我幻化成他人容貌身姿的术法。我本想问出他的身份，但他却不愿多说，最终撒手人寰。我只好在此缔造灵域，隐藏魔像的存在。后来，我借助魔像修炼，逐渐康复。当我想进入魔像寻回记忆，获取更多力量时，却发现入口瘴气，无法突破。参见公主。我同时建立神霄宫，招揽一批工人，寻找破解瘴气之法。
尽欢坊所有舞娘都是神霄宫人，偷到李晨后，我始终不得其法。多亏你们找来了尽欢坊，如此，便有了我们将计就计。公主，你这个鸡贼的，你邀请我下棋就是为了套出李晨的使用方法，套话不成，你便让扶霜接近唐州，看他身上有什么可以驾驭李晨的方法。一计不成，你就以梅花3为线索引我们调查。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也都在你的谋划当中啊。缘由我已说明，只要你们帮我进入魔像，我便归还李晨，并让你们出镜湖水月。可是你始终不肯解释这魔像究竟为何物，而且为何会吸收我们的灵力，究竟是否危险？诸事待解，叫我们如何帮你？关于魔像的消息，目前我只知道这些，更多的消息，待我进去之后获得记忆，便可告知。神霄宫盗窃在先，更何况之前你骗过我们一次，现在又来骗我们，你当我们傻啊？若是几位不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这个李晨，你们便是拿不走了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除非你带我们进魔像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听闻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这凡界遗落了不少天上的宝贝。唐周曾经说过，凡是神器所在之地，必出异象。而如今这里魔像盘桓，此处必有神器。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我们帮你进魔像，你帮我们找神器，从此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。好了，靠山给你靠。靠山靠久了没出息，以后我都要靠自己。